强男其实都是装出来的，只要你能装得像个强者，女人也会心甘情愿的臣服于你。那为什么很多兄弟明明很优秀，但是他不管怎么努力，砸得再多，他依然换不来女人对他的尊重？哪怕你给他送限量款的包包，帮他解决生活或工作上的一切问题，他连手就依然还是不让你摸一下。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你散发出的呀是弱者气息。要知道啊，强者和弱者真的跟你拥有多少资产没有半毛钱关系啊。女人判定一个强者，在她看来其实跟地位这些都没有太大关系，只是跟气场相关。如果你的气场很弱，那你就算身价过亿，那你在女人眼里你也只是个负责给她报金币的男人，她是不可能会打心底眼里敬重你的。那今天呢，我想给兄弟们分享3个能够让你气质变强，彻底戒掉弱者气息，无论你是有地位没有，还是说有 money 也没有，你都能够成为女人眼里的香饽饽。首先第一个方法就是玩转能量游戏。很多兄弟在感情里为什么会被判定为弱者？其实就是你的能量太低了。能量这个词听起来蛮玄乎的但是这个就是你由内而外透露出来的一种心理状态。兄弟们可以去了解一下霍金斯能量表，上面的能量层级对应着的就是不同的心情和状态。这个其实就是能够很好的去解释为什么很多兄弟他越付出反而越不被尊重。因为你和女人相处的时候释放出来的都是低能量。就比如女人她不回你消息，那你就会觉得失落认为没有机会了，然后就会焦虑去追问，对吧？那你整个人的状态它其实就是脆弱的，毫无气场的。而女人她只会仰慕强者，她是不会去尊重一个弱者的，能懂吗？所以你要把能量当成是游戏来玩，就像闯关一样。如果你一开始就把自己放在一个低位，然后再去攻略它那就相当于你是在用一个5级的角色去打7级8级的一个精英怪，那肯定是会累的最后技术没练成，心态还给崩了那碰上打不过的怪，我们正常该怎么做？是不是应该先去刷一下经验啊？好，那问题来了，兄弟们要怎么去刷级呢？很简单，多和异性去相处不管你喜不喜欢他，你都要尽可能的去跟更多的异性去交朋友。因为在和他们的相处过程中，你会发现你的心态就会越来越坦荡，你的能量就会越来越充足你不会再自我否定了你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内核以及气场。当你不断用这种方式去提升自己的等级的时候，很快你就会发现之前攻略不下来的女人，你现在再去攻略的话，那就是手拿把掐了。 OK， 还有就是第2个点，培养构建型思维。很多兄弟都会散发弱者气场，很大的原因呢，其实是你的情绪不够稳定你给女人带来不了这种任何的神秘感和帮助，她一眼就能够看穿你在意什么，你处于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就比如说女人说一句她肚子疼她就知道你该给她嘘寒问暖了，你该给她买药了，你该带她去看医生了半小时内你必定出现在她面前了等等那能被一个女人一眼就看穿甚至预判了的男人，气场和魅力从哪儿来而强者一定是保持构建型思维，遇到事儿第一时间就是去解决，对吧？永远都聚焦在我要怎么做才能够改变现在的处境。还是刚刚那个例子给你们说一下就是女人让你去接她，对不对如果你马上就满嘴答应下来，那你就是服从性极高的天王行为。所以你应该怎么说呀？如果你想我陪你呢半小时到。如果你只是想要一个司机的话，那我给你叫个滴滴。那这么讲就不是他在测试你的服从性了，而是你在用你的框架去测试他对你的好感。这么一来，你说你在乎他吧，你又不去接他但你不在乎他的话，你又给他叫车，他反而会觉得看不透你了，他只会从而变得越来越在乎你的想法，去猜测你。可能有的兄弟还是会觉得给他叫车还是舔嘛，真正的阿尔法男是不会做这种事儿的。错了兄弟其中有2个点。第一个点呢，就是不管你想不想跟这个
美女长期去发展。你随手叫个车对你来说无伤大雅，对不对？但是你的高位姿态是不是就在那儿了？然后就是第二个点，叫车去哪儿，这都是你说了算吗？对吧？懂不懂啊？就算他最后问起来，哎，你又不知道我家的地址，或者说怎么着啊？你直接告诉他我叫的车，那肯定地址、目的地我说了算了。这么一来，那他还能说啥？合情又合理，对不对？那接下来你就有一晚上的时间去独处，或者说去更多的机会去增进感情。所以兄弟们，对待女人真的不用太实诚。好，我们再讲第三个点，那就是打开你的身体。哈佛做过一个实验，让一组人摆出双手交叉抬头挺胸，做出类似神奇女侠的这种动作，结果只是过了2分钟，这些人的睾酮这个水平直接上升了20%，而且睾酮素是让人变得自信的一个关键点。所以你的身体所传递出来的信息是会反过来影响你的心理状态的。而且心理学上也表明了，在社交场合里，你所占据空间越大，就会让对方下意识地认为你是一个自信且强大的人，因为你占据的空间就相当于是你的社交领地。之前有一个来找过我帮忙的兄弟他的条件其实非常不错，当然在女人面前呢，他真的就跟厨一样畏畏缩缩的，每次和女人约会的时候，他都这种缩成一团，甚至他还会把双手夹在2腿之间这就是典型的拘谨和不自信的表现。后来在我的这个引导下他在和女人相处的时候，他就会尽可能的去把自己延展开来，让自己的身体占据更大的空间。慢慢的，他从一开始找个话题都会结巴的那种男孩子，到最后就是直接随意的和顶美谈笑风生而且后续呢他在我这里也进行了全方位的一个提升，因为外在的提升一定要是就是伴随着内核的提升的，否则你内外不兼修的话，你也只是徒有其表而已当时这个兄弟他的整个个人魅力，就是专属于他的定制的这种体系的搭建都做得非常的 OK 和完善甚至小到了他的穿搭和朋友圈的这种打造。结果呢，真的就是在2个月内，他俩就确定关系了，而且还是这个女孩子主动提出来的。所以兄弟们一定要练起来。只要你是一个能挣到米的人，你的学习能力就一定是强的学会这些一定能无形中去增强你的自信和气场。就比如说你约会的时候冷场了，那你也要尽可能的让自己的身体舒展开，找到一个让自己舒服的状态，然后该吃吃该喝喝这样你不仅不会觉得尴尬，反而呢还会让你在现场有一种莫名的掌控力极强的感觉。这个就是睾酮素在发挥作用这个时候你再去切入一些你比较有把握比较擅长的一些话题，那女人她就会被你的气场所带领，更愿意去配合到你。兄弟们，赶紧把我说的这3点练起来好吗？先通过这种方式去培养你的自信和气场，等你内核真正强大了之后，你自然会变得谦逊和内敛，自然也就完成了气质上的蜕变呈现出真人不入相的状态。想成为君子，先得成为伪君子；想破相，先得入相。把这3点做到，你一定能培养出独属于你的强者气质。因为你做到这些的时候，你会变成一种玩家的状态，既是一个经营者也会吸引同样高频的人占有更多的资源。有什么困惑随时滴滴焦哥最喜欢做的事呢，就是帮助那些下定决心蜕变的兄弟成就更好的自己。还是那句话，弱者才会去钻研什么技巧和情感，强者会识人性。我是焦哥，下期见。